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被医生宣布死亡的那一瞬间，他其实还没有真正离开，他身体上最后一个冷却的部位早就偷偷泄露了他下一辈子的去向。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谁没有经历过几次生离死别？在告别式上，我们听尽了亲友的节哀顺变，也尽心尽力找礼仪公司把后事办得体面圆满。大家都忙着处理留下来的琐事，可是每次夜深人静，想起离开的父母或挚友，我们心里总有一个悬在半空中的结。你想起他安静躺在面前的脸庞，心里其实在千呼万唤着，你到底去了哪里？你现在会不会害怕？过得好不好？很多人都说人死如灯灭，眼睛一闭就什么都没了，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老祖宗早就把答案留在我们身上了。死亡从来就不是一瞬间的关机，而是一场漫长的告别，而那一丝残存的体温，就是灵魂离开时留下的脚印。今天我会为你揭开佛教界流传千年的20字生死密码，只要几分钟，你就能完全听懂如何透过最后的体温看出业力的最终成绩单。这不仅能解答你多年来的悬念，更能让你在未来，当那一天无可避免的到来时，不再只有恐惧和不知所措，而是能够用最正确的方式给你爱的人最后也最深情的护航。现在请你先安静下来，喝口温水，我们准备进入这个关乎生命真相的密码。受暖是佛陀眼中的生命真相。在佛教的传承里，关于人死后去了哪里，其实一直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答案。2000多年前的大般涅盘经中记载了佛陀关于生命与死亡真相的珍贵开示。佛陀指出，世间的生命是由受、暖、湿三者紧密结合而成的。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深奥，我用最白话的方式说给你听。受就是我们的寿命，也就是让心脏跳动、血液循环的这股生命力。暖就是我们身体的温度。你握着家人的手，那种热热的温暖的感觉就是暖识，也就是意识。这是最根本的，它是你存在的核心，储存着你所有的思想、感受以及这辈子造下的善恶业力。当死亡来临，这3样东西并非瞬间同时消失。医学上宣布的心跳停止仅仅是受的结束。然而亡者的暖与识还在慢慢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这具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历代祖师大德透过无数生离死别的现场观察到，意识在离开肉体前会在身体寻找最后的落脚处，而这个地方就会是身体上最后一个变凉的部位。这并非迷信，而是甚深的智慧。这最后一丝残存的体温，就像是一张业力的成绩单和车票，它能清清楚楚地指引出你深爱的亲人，其意识最终走向了哪里，也就是佛教常说的6道轮回。既然意识和体温是一同慢慢退场的，那么这最后停留的温暖究竟藏着什么通往下一站的玄机呢？在佛教的修行圈里，有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口诀，短短20个字就把这个生死密码说得清清楚楚。这20个字是：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附，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你可能觉得有点拗口，甚至听起来有点太玄了。别急，我们今天就用最生活化的方式把这层神秘的面纱揭开。要听懂这20个字，我们得先弄明白佛教里常说的6道轮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人生毕业后的6种分发学校。我们这辈子就像是在同一所学校里念书，每个人每天的起心动念，做过的好事，说过的坏话，
甚至是你偷偷在心里生闷气、计较的那些小细节，通通都会被记录下来，变成你的平时成绩。这在佛教里就叫做业力。等到寿命终了，也就是我们毕业的那一天，这份成绩单就会结算，没有人会来审判你，而是这份成绩单本身的重量会自动把你分发到这6所不同的学校去，开始下一段旅程。这6所学校分别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而那20字口诀就是告诉你如何透过身体最后冷却的部位看出这份成绩单的最终去向。我们从下往上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地狱脚板处，如果一个人走后全身都冰冷了，最后只剩下脚底板还有余温，这代表意识是从脚底离开的。脚底是我们人体最低的地方，这象征着一直往下坠落。这是6道当中最苦最可怕的地狱道，会分发到这里的通常是生前造了非常沉重的恶业，比如严重伤害生命、不孝父母、做尽坏事却毫无悔意，因为业力太沉重了，就像绑了铅块一样直直往下掉。再来是畜生膝盖离，如果最后的温度停留在膝盖，这对应的是畜生道。你观察一下动物，不管是牛、羊还是猫、狗，它们的膝盖多半是弯曲的，只能趴着或4脚着地，很难像人一样直挺挺地站着。畜生道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明，也就是糊里糊涂的，他们没有办法思考大道理，只能跟着本能走，肚子饿了就吃，生气了就咬。生前如果常常随波逐流，不分是非黑白，或者造了欺骗、愚弄他人的业，就很容易分发到这所学校。第3句是人心恶鬼附，这里包含了2个地方。如果最后的温暖停留在肚子，也就是腹部，那就是去了恶鬼道。肚子是我们感受饥饿、产生欲望最直接的地方。恶鬼道的众生非常可怜，他们永远吃不饱，喉咙细得像针，肚子大得像山，看到水想喝，水就会变成火。这对应到我们生前，如果特别贪心、小气、吝啬，别人有困难死都不肯帮忙，甚至喜欢占人便宜，这种贪念的沉寂就会把你送到恶鬼道。那如果最后的温度停留在胸口，也就是心脏周围呢？这代表转生到了人道，也就是下辈子继续回来做人。胸口是我们感受喜怒哀乐最深的地方，伤心的时候我们会说心痛，开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胸开阔。人道有苦有乐，刚好及格，是一所最适合继续修行、改变命运的学校。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口诀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真的有这么准吗？这不会只是古人写在书本里的理论吧？绝对不是，佛法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它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甚至就是我们邻居、亲友亲身走过的路。业力是完全不会说谎的，你这辈子种了什么因，临终的体温就会结算出什么样的成绩单。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充满着市井烟火气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里的主角，有开传统五金行的老石头阿伯，有在寺院大寮帮忙的香积阿嬷，也有南部乡下的老农夫。他们用自己人生最后的温度，真实地验证了这20个字。请你准备好卫生纸，因为接下来的故事或许会让你想起记忆中的某个人。关于转生人道的印证，是巷口开传统五金行的老石头阿伯。这位阿伯就住在南部的某个老社区里，他的五金行开了40几年，店面不大，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螺丝、水管和工具，
空气中总有一股淡淡的机油味。阿伯是个非常传统的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也不懂得念经打坐，但是街坊邻居私底下都叫他老石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生意真的是童叟无欺，有时候一些在工地做粗活的工人来买工具，如果差个几十块钱，阿伯总是挥挥手说：哎呀，算了算了，做工辛苦，下次有经过再拿来就好。甚至有些家境不好的邻居，家里水管破了来求救，阿伯亲自去修，最后连工钱都不好意思收。他不只对当成外人好，对家里更是没话说。阿伯的母亲晚年中风卧床，阿伯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帮老母亲擦澡、换尿布，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后来阿伯年纪大了，体力大不如前。有一天晚上，他跟老伴说觉得有点累，想早点休息，就进房睡觉了。没想到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他在睡梦中非常平静地停止了呼吸，享受80岁。阿伯的儿子本来在北部的科学园区上班，接到电话后连夜开车狂奔回老家，一冲进房门，看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的父亲，儿子一个大男人，双腿一软，跪在床边泣不成声。亲戚朋友们在一旁安抚着他。等到8个小时过去，礼仪公司的人员准备来帮阿伯净身换衣服时，儿子走上前，想再好好抱抱自己的父亲。就在他把手贴在父亲胸口的那一瞬间，他愣住了。父亲的手脚、脸颊都已经像冰块一样冷，但是在心脏周围的那一小块区域，竟然还留着一丝温热。那种温热微弱，但却非常真实。儿子不懂佛法，但他把这个现象记在心里。后来他去请教了一位懂佛法的长辈，长辈告诉他：孩子，别哭了，你爸爸虽然没有学佛，但他这辈子孝顺父母，待人诚恳，处事厚道，这就是最真实的修行。这份人情味让他走的时候，最后的温度留在了胸口。这印证了人心恶鬼复里的人心，你爸爸下辈子还会是一个堂堂正正、福报深厚的好人。儿子听完，眼泪再次溃堤，但这一次那是安心的眼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转身人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你这辈子守住做人的底线，不贪、不欺、不恶。胸口的微温就是老天爷给这位老师阿伯最公平的成绩单。最后是顶圣眼升天，这里也分为2个部分。如果全身都凉了，最后眉心、额头或是眼睛周围还有温度，这代表升到了天道。天道是享福的地方，环境非常优美，寿命也很长。额头和眉眼是我们感受美好事物最集中的地方。生前常常行善布施，脾气好、守规矩的人，成绩优良，就会被分发到天道去享福。我们在市井中看到的第2个故事，发生在寺院厨房里的香积阿嬷身上。这正好印证了我们刚刚说的眼升天。在很多大寺院里，都有专门负责煮饭、切菜给信众吃的地方，我们叫做大寮。而在这里帮忙的志工，我们尊称他们为香积菩萨。这位阿嬷就是大家口中最亲切的香积阿嬷。阿嬷快80岁了，背有点微驼，但手脚非常利落。她一辈子都在大寮里度过。大寮的工作其实非常辛苦，夏天炉火一开，整个厨房就像个大烤箱，每个人都汗流浃背。过年过节举办法会的时候，一天要洗上1000个碗，切几百斤的菜。很多人做久了，难免会觉得烦躁，偶尔会为了谁切得慢、谁洗得不干净而拌嘴。
但是这位香积阿嬷从来不发脾气，不管是遇到多挑剔的人，或是多繁重的工作，他总是笑眯眯的。别人抱怨太热，他就笑着说，多流点汗，业障也跟着流掉了。别人嫌菜太难洗，他就默默拿个小板凳，坐在水槽边，一边念着佛号，一边把菜叶上的泥土一点一点洗干净。他常说，我们煮的东西是要给大众结善缘的，心里如果有气，这饭菜吃下去怎么会平安？就在前几年的某个早晨，阿嬷照常来到大寮准备生火，突然间他觉得胸口一阵闷痛，人就这样倒了下去。因为事发突然，虽然紧急送医，但阿嬷还是安详地离开了。消息传回寺院，几十位常常跟着阿嬷一起挑菜、洗碗的志工师兄子全都自发地赶到医院的助念室，没有人嚎啕大哭，大家只是围在阿嬷身边，流着眼泪，整齐而专注地为阿嬷唱诵着南无阿弥陀佛，那种声音充满了感恩与不舍，就像一张温暖的毯子，轻轻覆盖着阿嬷。助念了整整12个小时之后，依照规矩要去探视阿嬷的遗体，一位资深的师傅走到阿嬷床边，轻轻触摸了阿嬷的身体。阿嬷的手脚、身体都已经冰冷了，但是当师傅的手指触摸到阿嬷的眉心和额头时，那里竟然还散发着明显的微温。师傅转过头，微笑着对大家说，大家放心吧，阿嬷生前脾气这么好，天天在大寮里广结善缘，不时欢喜。她现在眉心留有余温，这印证了鼎盛衍生天里的衍生天。阿嬷这辈子修来的福报，已经让她转生到天道去享福了。大家看着阿嬷的脸庞，眉眼舒展，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微笑，真的就像是安稳地睡着了一样。这就是业力。阿嬷虽然不懂什么艰深的大道理，但她把慈悲和包容揉进了每一道菜里。这份善业最终带着她的意识，从感受美好事物的眉眼之间，走向了充满光明的天道。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虽然升天很好，但天道依然在6道轮回里面，福报总有享尽的一天，就像你银行里的存款，光花不存，总会见底，钱花光了，还是得跟着业力继续轮回。那么，有没有彻底解脱的办法？有的，那就是口诀里最殊胜的鼎盛。鼎就是头顶，如果一个人走后，头顶留着最后的温度，这代表他已经超凡入圣，或者是往生到了佛菩萨的净土，比如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头顶是人体最高的地方，从这里离开，代表他像火箭一样，直接冲破了6道轮回的屋顶，再也不用在这6所学校里受苦受难了。这也是我们所有学佛人这辈子最渴望达到的终极目标。这3个故事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关于南部乡下的老农夫，他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鼎盛。这位老农夫是个一字不识的粗人，他的手掌因为常年拿锄头，长满了厚厚的茧，皮肤被太阳晒得像古铜一样黑。大半辈子他都在田里跟泥土打交道，到了晚年，他把田地交给了儿子，自己就退了下来。闲下来之后，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一次，村里请了一位师傅来结缘讲经，老农夫去听了，他听不懂太深的道理，只记住师傅说，只要诚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佛祖就不会丢下你。从那天起，老农夫就跟这句佛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买了一串最便宜的木头念珠，每天吃饱饭就搬个小藤椅，坐在村口的那棵大榕树下，手里咔啦咔啦地拨着念珠，
嘴里念念有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村子里的人经过，有时候会笑他：阿公，你是在念什么啦？念了又不会掉钱下来。老农夫也不生气，只是憨憨地笑一笑，继续拨他的念珠。就这样，他念了整整10年。那串原本粗糙的木头念珠被他长满老茧的手指盘得闪闪发亮，像玉石一样光滑。直到老农夫85岁那年的某个清晨，那天他起得特别早。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大榕树下，而是自己烧了热水，把全身洗得干干净净。然后他打开衣橱，找出了过年才舍得穿的那套干净衣服，整整齐齐地穿上。他的小孙子刚好起床，看到阿公打扮得这么整齐，好奇地问：阿公，你今天要出门拜拜哦？老农夫摸了摸孙子的头，笑得非常灿烂。他说：乖孙嘎，阿公今天不拜拜，阿公要回家了，佛祖要来接我了。孙子听不懂，一溜烟跑去厨房找妈妈。等到媳妇觉得不对劲，擦干手跑回客厅时，他看到老农夫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藤椅上，双眼微闭，双手合十，已经安详地断了气。家里人虽然惊讶，但因为老农夫走得实在太安详，没有任何痛苦挣扎，家里竟然没有人感到恐慌。媳妇赶紧联络了村里有在学佛的莲友，大家来到客厅，围着老农夫开始齐声念诵阿弥陀佛。隔天，当大家准备为老农夫入殓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老农夫的身体柔软的就像棉花一样，完全没有死后的僵硬。更震撼的是，当家属轻轻触碰他的头顶时，发现他的头顶正中央百会穴的地方，竟然像一个小暖炉一样，散发着明显的热度，而身体其他部位早就已经完全冷透了。这就是佛教里所说的一等祥瑞。欲知时至加上鼎盛，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太会写的老农夫，就靠着一句阿弥陀佛，念到了心无杂念，念到了与佛相应。他不需要经过中阴身的迷茫，也不需要在六道里继续轮回。他用他头顶最后的温度，向世人证明了，他已经成功地跳脱了生死的束缚，直达清净无染的极乐净土。说到这里，我必须要特别澄清一个朋友们常常误解的观念。有些朋友在聊天时可能会说：哎呀，听说如果后脑勺或是脖子后面发热，就是去了阿修罗道了。阿修罗就是爱生气嘛。跟你说个实在话，这种说法在民间流传很广，但它其实是没有佛经根据的迷思。阿修罗道确实存在，他们很有福报，但脾气暴躁，爱嫉妒。不过在正统的佛教经典里，并没有特别指定一个身体部位给阿修罗，因为阿修罗的福报和天人很像，在很多祖师大德的分类里，常常把他们归类在天道里面一起看，所以祖师传下来的口诀只有20个字，只有5个对应的位置，并没有后脑勺这一说。如果以后听到别人这样讲，你可以在心里默默明白，这只是个美丽的误会。这3个故事，一个去了天道，一个回了人道，一个超凡入圣，他们生前的身份、地位、财富完全不同，但业力给他们的结算却是绝对的公平。体温就是灵魂离开时留下的脚印。听完这些，你是不是对生命有了更深一层的敬畏？但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明明亲人生前是个好人，却因为家属在临终时做错了几件致命的决定，硬生生地把他们推向了痛苦的深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重头戏。因为不懂得这些禁忌，你以为的爱，
可能正在伤害你最在乎的人。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在表达爱，却不知道，在生死交关的那一刻，我们的无知很可能正把最爱的人推向万丈深渊。这是一位开工程型的老板的故事，我们叫他阿雄。阿雄是个很拼命的人，从年轻时带着几个工人包工程，一路打拼到开了公司，赚了不少钱。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在工地上常常对着工人破口大骂，而且他特别讲究吃，最爱吃那种水族箱里活蹦乱跳的活捞海鲜，觉得那样才新鲜。就在他60岁那年的一场应酬上，阿雄几杯黄汤下肚，突然捂着头，砰的一声倒在地上。送到急诊室时，医生判定是严重的脑溢血，抢救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宣告不治。消息传开，整个家族的人都赶到了医院。那是个彻底失控的夜晚。阿雄的太太一看到原本生龙活虎的丈夫，现在冰冷地躺在病床上，整个人崩溃了。她扑到阿雄的身上，用力摇晃着他的肩膀，嚎啕大哭。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你起来啊，你把我们丢下怎么办？旁边的几个孩子也是哭成一团。更糟的是，阿雄走得太突然，没有交代公司和财产怎么处理。几个亲戚朋友在病床旁边一边哭一边竟然就开始争论起接下来的账目跟家产问题，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甚至在病房外吵了起来。这时候医院的护理人员来催促，说病床要清空，必须马上把遗体移到太平间。于是阿雄的身体在短短不到2个小时内被翻来覆去的擦拭、换衣服、搬上推车，最后推进了冰冷的冰柜里。这整个过程看在一般人眼里，或许就是一场悲痛的生离死别。但如果用佛法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当一个人呼吸停止的时候，他的识，也就是意识并没有马上离开。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就像是一间正在拆除的老房子，虽然断水断电了，但里面的住户还没搬走。佛经里形容，人在刚刚断气的这段时间，神识的感知能力比活着的时候还要敏锐千百倍，而且这时候的意识是非常脆弱、非常迷茫的。祖师大德说过一句话：生龟脱壳，活生生的乌龟硬生生把它的壳剥下来，那种痛你能想象吗？人刚死的时候，灵魂要脱离肉体，那种痛苦就像生龟脱壳一样。这时候家属如果去触碰、摇晃，甚至拉扯他的身体，对亡者来说，那种痛楚是放大无数倍的。因为太痛了，他心里就会升起强烈的捉恨心，也就是愤怒。你想想阿雄，他原本脾气就暴躁，加上生前吃了那么多活海鲜，累积了厚厚的杀业，临终时身体被剧烈摇晃，痛彻心扉，耳朵里听到的是太太舍不得的哭喊声，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执着跟牵挂。接着又听到亲戚为了钱在吵架，让他满心愤怒与不甘。这所有的痛楚、牵挂、愤怒，在临终的那一刻，全部搅和在一起，就像一颗巨大的铅球，瞬间就把他的意识狠狠地砸向了最痛苦的地狱道或是恶鬼道。这不是我不慈悲，而是业力的法则就是如此无情。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地藏菩萨千叮咛万嘱咐，人在临终的时候，家人千万不要去造恶业，不要杀生祭拜，更不要在亡者身边哭泣喧哗，因为这对亡者一点帮助都没有，只会增加他的痛苦，把他往下拖。那么当我们面对亲人离世，到底该怎么做才是真正对他好？
请你一定要记住这3大黄金守则。第一，绝对不触碰，不搬动。从亲人断气的那一刻起，至少8到12个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去动他的身体，不要急着帮他洗澡、换寿衣，也不要急着把他送进冰柜。如果是在医院，可以恳求护理人员给家属一点时间，或者将亲人移到安静的助念室，请给他一点时间，让他的意识能够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收拾行李，离开这个肉身。第二，绝对不哭泣，不喧哗。我知道这很难，亲人离开，怎么可能不伤心？但请你忍住，眼泪滴到亡者身上，或是让亡者听到你撕心裂肺的哭声，只会让他走不开，放不下。他就像走在一片浓雾里，本来要往前走的，听到你在哭，他又回头了。这一回头，就错失了往生善道的机会。如果你真的忍不住，请走到房间外面，走到听不到的地方去哭。在亡者的身边，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与祥和。第三，正确的助念。这8到12个小时，是亡者最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家属不要聊天，不要滑手机，就是围在旁边，用心专注地为他念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就像是茫茫黑夜里的一座灯塔，亡者的意识在迷茫恐惧的时候，听到这平稳安定的佛号声，他的心就会定下来，循着这个光走向好的地方。等过了这最关键的12小时，我们再去摸摸他的身体，看看最后的温度留在哪里。这时候，无论是帮他净身换衣，他都不会再感觉到痛苦了。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问，如果我之前不懂，已经做错了，亲戚已经把亡者折腾了一番，那还有救吗？这就带出了佛教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做七，也就是临终后的49天。在《西藏度亡经》，也就是中英文教得度这部经典里，详细记载了人死后的状态。当意识离开肉体，到他下一次投胎转世之间，这段过渡期，我们称之为中阴身。中阴身的状态最长通常是49天。这49天里，亡者的意识就像是一个在机场等候转机的旅客，他还没有决定最终要去哪个国家哪一道。在民间习俗里，我们都有做七的习惯，每7天请师父来诵经，但很多人只把它当作一个过场，觉得花钱请人来敲敲打打，就算尽了孝道。大家在旁边折莲花，心里却在想着等一下要吃什么，这是非常可惜的。这49天是亡者的黄金救援期，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去投胎，所以家属在这段时间里为他所做的每一件善事，不管是真诚的诵经念佛，用他的名字去布施救济穷人，还是这49天全家吃素不杀生，这些功德亡者都能真真实实的收到。这就像是家属在帮这个等候转机的旅客不断的补足机票钱，甚至帮他把经济舱升等成头等舱，让他能够飞往更好的地方。所以千万不要把做七当成表面功夫，那是你还能为他付出的最后一次神圣的救援。生死这堂课，我们总以为还很遥远，但其实它随时都在发生。我们明白了这些禁忌和道理，才不会在那个慌乱的时刻用无知去伤害我们最爱的人。但是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死后的助念和家属的超度上，毕竟还是太冒险了。你怎么知道你走的时候身边一定有人懂得帮你？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是不会把这张人生的成绩单留到最后一刻才来抱佛脚的。听完了前面那些临终的禁忌，你可能会突然觉得背脊发凉，心想，
万一我走的时候，身边的孩子不懂这些，把我摇来摇去，哭天喊地，那我不就完蛋了吗？跟你说句实在话，把我们人生最后一刻的安危全部寄托在别人懂不懂得帮我们助念，懂不懂得做七上，这风险真的太大了。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的。禅宗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祖师叫做临济义玄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直击人心的话：心生则万法生，心灭则万法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管是你死后去了哪一道，还是你走的时候身上哪里还有温度，这一切的现象都是从你的心变现出来的，体温只是一个结果。阿弥陀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慈悲的保证：如果一个人在临终的那一刻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心里只想着光明，想着佛菩萨，那么就算他这辈子犯过错，这临终一念的强大力量也能瞬间翻盘，让他往生净土。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临终一念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但是各位朋友啊，请你在心里问问自己，我们平常稍微感冒发烧、头痛牙痛的时候，脾气就已经暴躁得不得了了。等到临终那一刻，身体像四大分离、生龟脱壳那样痛苦的时候，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还能保持一心不乱？这份临危不乱的定力绝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必须靠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今天一点一滴累积起来。修行从来就不在深山老林里，而是在咱们每天的柴米油盐、待人接物当中。为了让大家能把这份智慧真正落实在生活里，我为你准备了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不用花钱，也不用改变你现在的生活步调，只要今天开始做。第一个微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法。有人说，睡眠其实就是一次小型的死亡，而每天早上的醒来就是一次小型的重生。从今天开始，当你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准备睡觉的时候，请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把这3分钟当作是你人生最后一刻的演练。躺平之后，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今天这一天已经过去了，不管是赚了钱、赔了钱，还是谁说了难听的话惹我生气，我现在通通都要放下。如果心里还怨恨着某个人，就在心里对他说，我原谅你了，也请你原谅我，我们两不相欠。然后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或者在心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吸气吐气，让心慢慢静下来，直到睡着。你别小看这短短的3分钟，这是在训练你大脑里那条放下的神经。你每天都在练习放下，等到你真正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你就会非常熟练，你会知道怎么松开紧握的双手，心无挂碍地离开。第二个微行动，嘴下留情的布施。我们常说要积福报，很多人以为积福报就是要捐钱，要盖庙。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最容易漏掉福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嘴巴。你想想，我们是不是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对身边最亲近的老伴、孩子破口大骂，或者去市场买个菜，因为老板动作慢了一点，就不耐烦地抱怨几句。这些脱口而出的恶言恶语，就像是一把锐利的刀子，不仅刺伤了别人，也狠狠地在自己的业力账本上记下了一笔黑名单。所以，第二个行动就是，当你下次脾气快要发作，那句伤人的话已经冲到嘴边的时候，请你强迫自己停顿1秒钟，就把那口气咽下去，把那句抱怨吞回肚子里。这在佛教里叫做忍辱，也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布施。
你布施了你的宽容，让对方免于受伤害，能够忍住一句怒骂，这累积下来的福报，比你花钱去点10盏光明灯还要大得多。嘴巴干净了，心自然就清净了。第3个微行动，随喜赞叹的练习。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嫉妒的毛病。看到别人家孩子考上好学校，看到亲戚赚大钱换新车，心里总会酸溜溜的，觉得有什么好拽的。这种酸葡萄心理，其实就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气。佛教里有一个非常聪明、完全零成本的积福方法，叫做随喜赞叹。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做好事，或者看到别人有好事发生的时候，你打从心底替他高兴。你可以点点头，在心里默默说一句，真替他开心。阿弥陀佛，真是太好了。佛经里有个比喻，别人的好运和善举就像是一把点燃的火炬，你用赞叹的心去借他的火，点亮你自己的蜡烛，他的火光不会因此减少1分，而你的世界却多了一份光明。这就是随喜的功德。只要心念一转，别人修的福报，你也跟着沾光。这是不是最划算的修行？修行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遥远。睡前练习放下，嘴边留点慈悲，心里多些赞叹。只要把这3件小事做好，你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账本写下最漂亮的分数。当那一天真的到来，你根本不需要去摸身体哪里有温度，因为你心里早就清清楚楚，你的方向是一片光明。今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聊了聊生命中最沉重却也最重要的一堂课——生死。我知道，对很多朋友来说，谈论死这个字总觉得不吉利，总想刻意避开，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条路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亲自走过的一段旅程，没有人能代替，也没有人能请假。佛法里谈论生死无常，从来都不是为了要吓唬我们，让我们每天提心吊胆。刚刚好相反，把这张底牌掀开来给你看，是为了让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每一口还能顺畅呼吸的空气，每一个还能睁开眼看见日出的早晨，都是多么珍贵的礼物。知道终点在哪里，我们才会懂得怎么好好走现在的路。我们了解了临终的20字口诀，懂得了体温和意识的走向，不是要我们在亲人离开时慌乱地去当个法医检查结果，而是在我们都还健健康康的当下，开始问自己，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正在把我推向哪一个结果。我们学习了临终不搬动、不哭泣的禁忌，也不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去指责家人哪里做错了，而是要我们在还有时间拥抱彼此的时候，把该说的爱说出口，把该解开的结解开，让爱与牵挂在活着的时候就圆满，不要留到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才变成彼此痛苦的拉扯。人生就像一本每天都在记账的账本，我们每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在默默地往里面记上一笔。当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这本账本就会总结出最后的数字，化作我们身上那一丝微凉或微温，决定我们的下一个去处。这本账本的笔一直都紧紧握在你自己手里。所以，亲爱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试着对身边的人多一点宽容吧，试着在心里多留一点赞叹吧，试着在每一个睡前的夜晚，轻轻放下这一天的纷纷扰扰吧。你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在平凡的日子里留下一点一滴的善意，这些微小的光芒，最终会汇聚成照亮你临终之路的最强大力量。如果今天的影片让你在面对生死时
少了一点恐惧，多了一份平静，或者让你想起了某个已经离开的亲人，请你帮我一个忙，把这份力量分享出去，点个赞，把这支影片传给你身边那些可能正在经历失去，或者对未来感到迷惘的朋友。也许你的这一个小动作，就能成为他们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机。最后，我想邀请所有看到这里的你，跟我们一起在留言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这是一个集结善念的磁场，请你在底下留言，为自己，也为你思念的亲人写下这句话。愿我们都能心无挂碍，化身善道。当成千上万的善念在这里汇聚，我相信那份温暖的频率一定能穿透时空的距离，传递给每一个需要被护佑的灵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的心灵有一点点的抚慰与帮助，诚挚地邀请你按下订阅按钮。你的每一个关注都是对我们传递这份善念最大的鼓励。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一起探讨生命的智慧，在菩提道上结伴同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支影片见。阿弥陀佛。